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慢说环宇，我是老茶，你们的唠叨导游，带你一起云游山海经。话说上次我们聊了南山经的第一条山系雀山山系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神兽呢？今天咱们继续开工，来翻开南山经第二条山系的卷轴，这次路线叫南次二经。准备好了吗？系好安全带，我们要开启文化高铁模式，嗖一下就带你飞7200里。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也敬请大家点赞，并且分享给您所有的朋友哦。对于影片有任何想法，也请在留言区一起讨论哦。第一站，我们来到桂山，它位于南次二经的起点，西边紧靠着的是硫磺风氏国，也叫硫磺新氏国。这地方可不是普通的旅游打卡地，甚至在海经里还专门留了一笔记载呢。站在桂山上往北看，可以瞧见猪皮山，往东一望，长佑山就跳进了你的视线。这座山可是鹰水的源头，它的水向西南流入了赤水，水中还带着许多白色玉石和素粒般的丹砂，听起来就像是大自然的盲盒。山里的动物也很离谱，有一种叫黎黎的小野兽，外表像小猪，但没有猪蹄，反而长着鸡爪，还能发出像狗一样的叫声。传说这家伙只要一现身，那地方就准备要大兴土木了。如果古代有炒地皮的投资客，应该都会想养一只吧。桂山还有一种鸟，名字叫猪，长得像药鹰，但爪子是人类的手。它的叫声挺自恋，直接就是喊自己的名字，猪猪猪猪。猪的故事更有料，传说这鸟和帝尧的儿子朱丹有关。朱丹不满老爸把江山禅让给了舜帝，于是便和三苗国联合起兵反对，结果被揍得落花流水，最后羞愤自尽于南海。而猪这个鸟就是由他死后变化而来的，从此成了文人流放的警报器。也就是说，哪里有猪叫，哪里就会有文人学士被扔去边疆吃苦，所以只要遇到他，就有机会成为地狱倒霉鬼。接着从桂山往东南方向走450里，咱们来到了长佑山。这山啥都缺，就是水多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么潮湿的地方却是没有一根花草树木。山里住着一种名为长佑的野兽，长得像猿猴，但多了2对耳朵，叫声就像人在呻吟。传说这家伙出没的地方必有大水，正是水灾吉祥物本人。再往东340里，我们来到了瑶光山，这里有玉石、金属矿，山中还有一种奇怪的野兽，叫华怀，它长得像人，却披着猪一样的猎毛，冬眠技能满分，一定睡好睡满，直到天气转温暖。这家伙的叫声像砍木头，听说它一现身，当地的徭役就会突然增加，农民工人就要准备超时工作了。再往东350里，我们来到雨山，这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地方，因为据一些史料记载，大禹的老爸鲧就在这里被退休了。雨山常年大雨淋漓，山下流水成河，可就算是这样也没有花草树木。山里还住着一种叫负虫的毒蛇，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。来到这里，请自行注意安全，千万别乱碰。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极简主义山头，基本都是金属矿多，草木全无。首先往东370里就到了曲阜山，再往东和它相距400里的山叫巨鱼山，从巨鱼山再往东走500里就到了福玉山。这些都是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，却不长花草树木。但福玉山有点特别，在这座山上向北可以望见巨曲泽，向东可以望见猪皮山。这里住一种较质的野兽，外形像老虎，却长着牛尾巴，叫声像狗，还是个人畜无害的吃人怪。这设定真是一言难尽。少水从这座山的北路发源，向北流入巨曲泽。这条河里盛产很多此鱼，这种鱼身体狭长又扁薄，还有个更接地气的名字——刀鱼。是不是听起来像一把可以游泳的武器？接着往东500里，我们来到了成山。这座山的形状挺有趣，看起来像3层土坛，而且四四方方。山上满满都是金属矿物和玉石，山脚下还有很多青沃，这可是古代一种常用的颜料。我们之前在雀山山系也见过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水从这座山发源，然后向南流进呼少水，这水可不得了，里头有丰富的黄金。听起来是不是很适合寻宝爱好者来探险？再往东500里，咱们来到了会稽山。这座山也是四四方方，和成山有几分相似。山上依旧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，山下则盛产麸石。
敷石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一种类似玉石的石头，看起来低调又有质感。少水从会稽山发源，向南流进沮水，而沮水的源头就在往东距离会稽山500里的宜山。宜山到处都是细沙石子，连一根花草树木都找不到，真是极简风格的山头。沮水最终向南汇入了裂土水，从宜山再往东500里，咱们到了铺沟山。铺沟山上依然是金属矿物和玉石的宝库，但山下风景不一样，这里花草树木繁茂成林。不过山上呢，却连一只鸟兽都找不到，甚至连水流也缺席，这对比真是耐人寻味呢。再往东500里便是弦阴山，它真的啥都没有，无草木，无水，无生灵，简直是静音模式。如果《山海经》有最无聊地方排行榜，弦阴山必拿第一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朋友不耐烦了，不是说要找怪兽吗？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别急别急，我们立刻快转到下一站。过了弦阴山，再往东400里，我们来到了巡山。这座山的南面盛产金属矿物，北面则多出产玉石，真是大自然的矿藏宝库。巡山里还有一种超级奇怪的野兽，外形像普通的羊，但厉害之处是没有嘴巴，不吃不喝也能活着，名字叫唤，是不是很玄学？浔水从浔山发源，然后向南流入鄂泽，鄂泽的河水里长着很多紫色的螺，看起来就像散落的紫水晶，让人忍不住想捡几颗回家当纪念。继续往东400里，我们来到呼韶山。这座山到处是紫树和楠木树，满眼翠绿，让人眼睛都舒压了。而山下呢，母荆树和枸杞树长得茂盛，感觉可以顺手摘些枸杞泡茶，送人自用两相宜。滂水从呼韶山发源，最后一路向东流入大海，真是径直奔向自由的水流。再往东500里，我们到了曲吴山。这座山也是走一个极简风，没有花草树木，只有满山的沙石。山里倒是有条河流叫潞水，它最后汇入滂水，带着一点神秘感。再继续往东500里，就来到了鹿吴山。这里依旧延续无草木的风格，但山中却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。泽更水从鹿吴山发源，最后也向南流入滂水。说到鹿吴山，不能不提这里的一种野兽，名字叫古雕。这家伙看起来像普通的雕鹰，但头上却长着长长的角，还能发出像婴儿啼哭一样的声音，听起来有点可怕。更恐怖的是，这种雕还会吃人，像极了角雕。我们沿住滂水一直向东，再走500里，就来到了南次二经的最后一座山——七吴山。这座山位于东海之滨，滂水也在这里汇入了东海。山上依然保持它无草木的极简风格，但这里却盛产一种名为薄石的特殊石头，可以用来制作棋子，是不是很适合当古代的白金级玩家道具？站在七吴山上向东望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起伏的丘陵。据说丘陵深处有光影忽明忽暗，那里就是传说中太阳停歇的地方，既神秘又浪漫呢，说不定适合成为热门打卡景点。今天咱们的山海经南次二经之旅就到这里了。从贵山到七吴山，总共穿越了17座山，走了7200里，真的是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文化之旅。这里的山神的都是长住龙的身子和鸟的头，祭祀山神的时候，一样是把畜禽和玉璧一起埋入地下。祭祀用的米是稻米。如果你还意犹未尽，想了解更多奇闻异兽和八卦传说，记得锁定慢说寰宇。我是老茶，我们下回再见。